没水果。那我再去那边帮你看看。行，去。嗯。 奶奶，说穿这个案子点儿。楠楠，立即离开韩梅竹。他真名中野，宪兵队代理队长，公开身份中国商人，正宗的鬼子。快走，熊。北极熊，是他的笔记。 有急事，快走！啊，目的达到了就不要多待了。嗯。韩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得先走了。走了？等吃完晚饭我送你们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！我刚才忘了说了，我还要陪表姐去听戏呢。真不好意思啊。 好，好，好，那你们先走吧。嗯。正好还有时间，今天无论如何要见杨师傅一面。哎，李先生，楼上请。好，楼上两位。先生，几位？哦，我不迟到。哦，我是来找韩梅竹先生的。哦，不巧，他刚刚出去了。出去了啊？他的车还在呢。哦，您还真认识他？对，那是他的车。不过他刚刚陪两位小姐出去了。可是，我们一起约好去杨师傅家的，他也不等等我。这杨师傅家我又不认识，哎，要不……杨师傅家离这儿不远，就在思后街81号，前面出去右转弯就到了。啊，谢谢啊！啊，不客气。哎，今晚聚会可能取消了。取消了？华老师，真要谢谢你推荐我到专业剧团去，这样一来，今后我也算是一个专业的兵团演员了。别客气，杨师傅，你的评弹功底本来就很专业，只不过没有专业演员的名分罢了。进入专业剧社，一定要发挥你的一技之长啊！哎，韩先生，回来了。哎，刚才有位客人找您呢。啊，什么人啊？哦，是位很帅气的先生，戴着金丝眼镜。他还说你们约好了去杨师傅家的。约好的啊？对，去杨师傅家。嗯，他人在哪里啊？哦，他看您不在，之后就问了我杨师傅家的地址，我就跟他说了，他就自己去了。哦，这个你放心，今后你是仨鬼子这样的作品，肯定是不会再写再唱了。哎，好了，不说了。怎么样，家里都安排好了吗？全都安排好了。不能送你了，多保重啊！华老师，你也多保重。
是杨师傅家吗？是的，来喽。你是？有点面熟是吧？你，莫非就是我开单里唱的那位？有事里面谈。啊，进来。有人吗？杨师傅在家吗？这是杀人灭口。你跟娜娜说了这件事情没有？我吃不准该不该说，因为这件事对娜娜的打击会很大，所以我就先没说。我想，我还是先回来跟你汇报，等组织上做决定吧。组织上？你说他是为了谈恋爱吧？啊？可是娜娜的本意是冲着情报去的，你说纯粹为了情报吧？这个娜娜，她对他芳心已动。当初可是你答应让他跟中野这小鬼子接触的，我是持反对意见的。现在，这么收场吧？不好，池北基还是有危险。你想啊，弄了半天想到杨师傅家聚会的，不就是韩梅竹吗？他是鬼子，他当然想通过杨师傅的关系找到那个目击证人。我们今天是把他拦住了，可是明天你怎么拦？后天他可能还会去。这件事你就不用着急了，杨师傅已经不存在了。嗯？怎么回事？我送娜娜回家时，花子月说，杨师傅已经被他推荐到外地的评弹剧社当演员去了，今天下午人已经走了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把他送到外地当演员去了。刚好还今天下午，把他人送走了。事儿怎么那么巧啊？我说这个花老师，好像有点急我所急嘛。要说啊，还是小池。他为我们送来有价值的情报，这已经是第2次了。这还不包括他用双面绣向你示警，避免你被特务跟踪。更不用说他为了掩护你，冒着生命危险干掉2个鬼子的特工，并且因此遭到鬼子的暗中调查，差点酿成大祸。嗨，这有什么呀？都是他该干的。咦，你别假装不以为然，其实我知道，你这心里边，美着呢。不过值得美。有这么一个未来的丈夫，不仅值得美，而且值得你骄傲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别再夸他了，再夸都该肉麻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不是夸，我这是对他的肯定。这一次任务完成以后，我会亲自向军区首长报告池北基的功绩，当然，也会为你请功。谢谢。
先不说寝宫的事情了，怎么处理娜娜跟中野的事情，你决定吧。为尽最大限度的获取情报，就维持现在的这个状态。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暗处，中野他是在明处，这暗处的不怕明处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懂。中野并不知道我们知道他是鬼子，更不知道我们的身份，所以我们不用过度紧张，只要保持适当的警惕就可以了。对，这样做的话，对娜娜有好处。你想啊，如果我们把这些真相都告诉她，那她以后这个心里边就会有障碍和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再和这个中野接触的话，就显得极其不自然，而我们还需要她跟中野继续接触。有道理。我们刚得知韩梅竹是鬼子那一瞬间，光想到这实在是太危险了，却没有冷静地分析一下现状。其实，韩梅竹对娜娜并没有构成任何危险，从他俩认识以来一直都没有。相反，他还曾经帮助过娜娜，也就是帮助过我们。关于那份兵力部署图，要不是中野警告娜娜绝对不能走水路，那咱们可是要吃大亏了。是。现在反过来再看这些事情，天哪，扫帚，他这是在泄密呀！他是宪兵队的代理队长，他竟然把他绝对不能泄露的绝密情报通通告诉娜娜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去判断，他真的是爱上娜娜了，这是爱情的力量。根据这一系列的事情反映出2点：第一，他真的不知道娜娜是新四军；第二，他的确是爱上娜娜，爱到已经昏头，随时都有可能被杀头的地步了。基于这2点，我们还是不要先捅破这层窗户纸，就维持现在的这个状态。但同时，我们也要问一个为什么。他中野为什么会这么做？这爱情都高于军事机密了，为了所爱之人，都可以出卖部队的情报了。反正我作为军人，我是无法理解，也不能接受。因此，我应该从更理性的角度来推断，这个中野，他一定有更深的，甚至于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原因。他一定有。喂，我是云子，有事快说。南枣科长啊，大事不好了，有共军来劫船了。来了多少人？我不知道。来了多少人你不知道？抓了几个？我影都没见着。你个白痴啊！没错，一点错都没有。中野队长也是这么叫我的。现在船停在什么地方？船呀，你说影我都没见着。哦，不过那个拴船的绳子还在码头上呢，倒是。反正船是不见了，不翼而飞了，无影无踪了。不信你来看看吧。你个混蛋白痴，你就等死吧你！把他们都拖起来！在上面，在上面！放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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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杨队，快点，老妹。
刁司令，打死这8个当兵的是你。如果10日之内找不回电台船，你和他们一样。而打死你自己的也是你。今夕，共军电台船一夜之间不翼而飞，堪忧。戴老板已亲问此事，并口谕，令你携蛟龙勇夺电台，为共党再现期许。如此，你将进一步获得共党高层之信任，为党国唯一你的战略重任铺平道路。101。给王德才发报，电台船失踪，太过蹊跷，你部为何迟迟不报？首长命令0号特遣组，不惜一切代价，甚至生命，夺回电台船，并保证电台完好无损。谁让你跟袁和平说电台船失踪的？我没给袁部长发过电报，这是他主动发过来的。主动发的啊？他远在根据地呢，难道在无锡的消息比我还灵通吗？哎呦，你到迎宾楼的大堂吃一顿午饭，什么电台船失踪啊、勇闯许树关这些事情就都知道了。人家袁部长那是搞情报的，什么事情不知道啊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你知道什么情况？啊？不知道不要就乱说。什么电台船失踪了，是什么踪啊？我告诉你们，他在谁的手里，我要不知道，我能像现在这么淡定吗？哟，油儿，快，你快摸摸他，看他脑袋有没有烧坏了，要不要请你父亲过来给他开个药？烧倒不烧，但这比烧还可怕呢。为什么呀？这一般脑子坏了的人吧，他都发烧，可他这脑子明显是坏了，但却不烧，那这是不是更可怕呀？呀，那会不会是脑子进水了？因为一般啊，这个水都比较凉嘛，比如阴沟里的水。哎，这进水就进水，怎么还进的是阴沟里的水啊？哎，这阴沟里的水是臭的，让我闻闻啊。哎，停！余会，我建议你马上停止这项检查。怎么了？他身上有一股怪味儿，顶着风都能吹到8里地去，因此一批苍蝇、蚊子和臭虫都受到了影响。说得对。好了，发神经嘛这是啊！我告诉你们，啊，你们懂不懂？这男人的臭那是一种味道，这男人不臭啊，哪来女人香啊？我告诉你们，这是相对对立统一的，应该学会一种享受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哎，那别闹了，儿子，你到店里边去弄点好吃好喝的来啊！
我要边吃边喝，给你们聊聊这电台船究竟在谁的手里啊？去啊！哦。哎，多弄点来啊！想让我帮你们夺回来，是不是？愿意吗？我听上官的，你让上官秦来请我，愿不愿意我都会来。啊，理解理解。哎，行，到时候呢，我就敲这个边鼓啊，让上官牌发动机主动的安装到你这台战车上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凯斯路总，你老是这个样子，关键时候你就不说话了。后来呢？后来，20部大功率美式军用电台。对，我顿时心生贪念。这事成之后，你看留我一台来。这事我做不了主，你就给个痛快话，留一台行还是不行？对，若不出意外的话，半个月之内，电台船完璧归赵。我们不是让你们孤军奋战，是配合我们一起行动。我帮你弄回来，你就别管了。后来，袁部长就发电报过来了。我想，以后你们之间谈话，别总提我，好吧？哎，不是我想提你啊，哎，是他想提你。这么说，咱们的电台船在何营长手里了？这下我就放心了。也好也好。哎，什么时候把咱们的电台船弄到江边去啊？到时候咱们的行动也算圆满结束了。哎，对，哎，这。就知道吃，嗨，是吧？何言把船夺走了，可上峰的电报还让我携蛟龙勇夺电台船。真要是这样，还夺什么船呀？直接去何言那儿领就是了。上官姐姐，多亏你将台发动机安到了何营长的战车上。电台船才这么轻轻松松就到手了，我给你加加油，来，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，吃好吃。营长。哎呀，阿才，哎呀，咱俩相识这么多年，我还是头一次看你给我送礼啊，这好像真有点说不过去啊。哎，谁说不过去啊？当然是他说不过去了。你收了人家的礼物，这心里边总是过不去的嘛。我说不过去，我帮你们特遣组那么大的忙啊，我收你点糕点水果就说不过去了。你要这么说，那你还真是说不过去了。哎，水哥，给王站长、大小姐上茶。哎，说的也是啊，帮了咱那么多的忙，你说要再不送点小礼物，你的确是说不过去了。怎么，德才今天破财亲临我国军驻地视察，有何指教啊？哎呦，指教不敢，就是想向你当面表示一下感谢。干得漂亮，利索啊！这事儿啊，无锡城的老百姓都传开了。哎，你看，传开了，传开了，船被你开了。
中国的文字啊，真是寓意丰富，博大精深啊！什么船被我开了？船什么？你说哪个船？你看，我就喜欢何营长这种见困难就上、见荣誉就让的这种装糊涂精神啊！你这种精神值得大力推广、大力弘扬。王长官好，大小姐好，请喝茶。啊，水羹好，问其他官兵兄弟好。喝水。好。他怎么了？今天？他找你要船来了。哦，你说船呐？对，电台船啊。对，你看一点就透。嗨，阿才，这电台船不是被你们夺走了吗？对呀，被你们夺走了，所以我们要船来了嘛。喂，阿才，这中国文字语言寓意再丰富，那也丰富不到你连人称代词都分不清吧？我说你们被你们夺走了，是你们新四军特遣组，明白了吧？嗨，我说何言，你别真装糊涂啊！我们什么时候夺船了？我们要是夺了船，我还给你买点心水果，我不知道自己吃啊！不是，我可没装糊涂啊，我是真没夺船啊。前几天我刚听说这事的时候，我就想肯定是你们动手了。我想想呢，这不是用不着我出兵，用不着我帮忙，不也把船弄走了吗？可是你看，何营长，咱不开玩笑了，行吗？哎，这样，如果这船电台你真看中了其中的哪一台，我就算是违反纪律，给你，我顶多因为擅自处置军用物资，受个处分罢了，大不了我不立功了，算我这趟白干了。但是如果这一船电台都给你密系了，老弟呀，我那是要掉脑袋的。我虽然没有跟部队首长立下军令状，可是这次行动，首长可是给我下了死命令了。现在那4船军火啊，总算是回去了，我这个脑袋还在脖子上安居。但如果这船电台现在就这么没了，那我这脑袋当场就会被给拆迁了。现在就这么个形势，你懂的。阿才，你眼下真没必要这么深沉地跟我说这些。第一，我真没有夺这个船；第二，这个船有那么好夺吗？啊，这样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，就算我言而无信，我收回我的承诺。电台船，你们特遣组自己想办法吧，我不沾你们的边，行不行？许书官，我帮你们打了，我看在上官秦岚的面也好，我看在你老乡的面也行，啊，往后啊这些事儿我还不管了。你等等，一帮小娘鱼啊，搞侦察，打策应还行，主攻永远是男人的事情，这话谁说的？我说的，是我说的，可还没等我主攻呢，船已经被你们夺走了呀。小花毛，你现在说瞎话，不用打草稿了是吗？我夺船，我拿什么夺船呀？带着一帮小娘鱼吗？你那天对这船电台垂涎3尺啊，你忘了，我没忘。就因为那天他问我要一台电台，我没答应他，他现在把整船电台夺回来了，你就不承认了是吧？王德才，你别侮辱人！老子真差你那部电台啊！啊，老子是国军，装备精良，弹药充足，我至于为你这一部电台去夺整船电台，最后还死不认账吗？你跟谁老子的啊？你再说一个，老子我听听。说，既然你们国军装备优良，那是谁那天跟我说事成之后要一部电台的？是你吧？我冤枉你了吗？整个电台船的事情，就你跟小鬼子知道的最清楚，啊！现在在小鬼子和伪军的眼皮底下不翼而飞了。除了你们独立营，还有谁有这个能力把他给弄走啊？哎，王长官，你怎么骂人啊？你出去，没你的事。算了，王德才，你胡搅蛮缠的本事啊，我自愧不如啊！现在在我独立营的驻地上，我主你客。我要是跟你打斗相骂，那是我欺负你。哼！水根，送客。送什么客？谁是客呀？我是船主啊！你把船给盗了，
我现在问你，要船来了，要船。好，那你就去搜，你到我整个独林营的水面上去搜。你要是搜出来，我何言今天当场死在你的面前。王德才，这个忘恩负义、翻脸不认人的白眼狼，我他妈以后要是再跟你合作、为你卖命的话，我他妈就是你孙子！水根，带他去搜，去方圆5公里，不10公里，只要他愿意，把整个太湖都给他搜一遍。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上次也就在这间会议室，在座的也就是各位，所关注的话题也就是太阳黑子计划的执行情况，对吧？我知道你们内心很惭愧，很内疚，很沮丧，也很无奈啊。这些个我都能理解。曲树关，你们败给了几个小女子，你们当地人是怎么称呼来着？报告太君，当地人称小娘语。对对对，就是共军的几个小娘语。由于你们的疏忽，他们在太湖里边掀起了大浪，太不应该了吧？我们号称大日本帝国的皇军，却让几条小娘语拱翻了船，嘿嘿，什么原因呢？就因为你们太仁慈、太手软、太把支那人的生命当回事儿了。正是你们的容忍和宽容，导致共党的猖獗和肆无忌惮。一船的电台就停在警备司令部的码头上，不知不觉地失踪了。人间蒸发啦！啊！你们谁来给我解释一下？刘司令，你说说吧。太君，我还是别说了。船就停在你管辖的码头上失踪的，你不说谁说呀？太君，我真的不知道情况啊。你站到那边去，看着我讲。300司令，说吧。我知道太君，虽然这船是丢了，可是我真不知道情况啊。这个不能怪我呀，我当时不在现场。你在哪里？我去五福楼了。福楼？啊，五福楼，在五福楼小屁蛋摆了3桌，请我们兄弟在那儿吃酒，太湖300都摆齐了。当时副司令在，您不相信？要不您问副司令啊？我绝对没有骗您，我的确不在案发现场啊。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这不是那个叫王八盒子吗？这是中国人对它的称呼，这里边带有贬义，此处可以忽略我的在意。它的标准名称是日本南部14式手枪。不，太君，我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啥玩意儿，也不明白它是日本什么13点、14点是半自动，8毫米口径，有效射程50米，弹头初速每秒317米。咱们试试吧。别介，太君，太君饶命啊！太君。
不好意思啊，南诏云泽，宣布吧。大日本皇军驻沪13军司令官松井将军关于严格执行太阳黑子计划的紧急命令：一，命特高科2科科长南诏云子立即查明电台船的具体方位，并组织实施抢夺行动。此令限15日内完成，否则撤销其2科科长职务。二，命宪兵队代理队长中野三贤继续民间情报搜集，15日内必须搜集有效情报5件，令担任抢夺电台船的主攻任务务必全胜，否则撤销其宪兵队代理队长职务，开除军籍。三，命特高科2科特别科员莲花3日内提供共党地方组织的相关成员名单1份，并对其中涉嫌参与夺船的人员实施抓捕，否则以不思悔改、继续协助共党从事抗日活动之罪名将其逮捕。四，警备司令部司令刘三白。刘三白，哎，太君，三白在这儿呢。什么他妈的死命令？这就是冲着我来的。叛徒是他妈没什么好下场，我明白，但我不能让你们全明白了。好吧，走着瞧吧。我的计划我实施，这完全是让你们逼的。中野小军，别怪我心狠手辣，就是你始终与我过不去，从骨子里瞧不起我这个叛徒。那好，这次就让你尝尝叛徒的厉害吧。小屁蛋，连岸都不让我上，你到底要让我看什么？二奶奶，别急，马上就让你开眼界。二奶奶，你往前看。船？什么船？你把它藏在这儿？二奶奶别急，到了船上你就知道了。弟兄们，来，快进来！兄弟们，阿阳我回来了。快快快，打开打开打开！奶奶看，这二奶奶，这就是最近轰动全城被盗的那条电台船。哦，我知道，在回来路上的饭馆里我就听说了，据说鬼子为此还杀了10几个伪军哨兵。原来盗船贼就是你啊！哎呀，不是我，是二奶奶您统领的太湖自卫队。二奶奶，这回咱们可发财了，这可是美式军用电台，一台值8根金条，你算算多少钱？好，屁蛋参谋长，你为咱太湖自卫队立了头功，我定重重犒赏。谢二奶奶，起来吧，走，回家庆功去。自不同的世界，岁月让我明白
白彼此的差别，在错的时间，在对的地点，谁也无法改变。风没听到我在哭泣，雨没体会我的焦虑，剩下的只有各自的是你，最后孤身远去。我不想哭，我不能再继续把我的爱丢弃在流进黑夜，让挚爱摇曳，看花儿凋零，似锦流年，弹指逝去。我不想哭，我不愿再驻足，抉择的爱会成就更多幸福。我会坚强，我会领悟，离去是美丽人生最完美。